沈大郎何在？回大人，大郎病卧在床。少废话！欠白老爷的租子何时还上？大人息怒，求您宽限2日。娘，我饿。第3天了，这具身体的记忆简直像个无底洞。这里是大齐国长云县，原身沈孝涵是内城白家佃户之子。半月前，父亲沈三槐在湖上遭遇水妖，人船俱毁，原身悲愤交加，一病不起。再睁眼，便是我这个刚从饭店下班回家装大运的。娘，默默想喝粥。默默听话，粥是为你大兄发汗用的，等他病愈了，就能给默默抓鱼吃了。大郎，喝药了。呀，大郎醒了。谢天谢地，老天爷保佑，我儿总算是熬过来了。大郎，快将药汤喝了，我去给你取饭。蝈蝈，默默，你也吃点儿。这是蝈蝈补身体的饭饭，默默才不饿呢。大郎，你快吃吧，别管这馋丫头，等你病好了，家里才有指望。矫情救不了命，必须先恢复体力。大郎，除了欠白老爷的余租和赡板钱，前几日去城里抓药，还借了陈阿伯家200文，这些加起来，咱家要欠2两银子。早时白家的管事又来催租了，他们说若再不还钱，不但要抓我去白家布坊做苦工抵债，还要把默默卖进城里打入贱籍。那是贱籍啊！男代世为奴，女世事为娼，世代为奴，永不翻身啊！我会想办法的。默默乖，在家听你大兄的话，娘得去上工了。你是要去钓鱼摆摆给默默吃吗？对，去钓。每日情报系统加载完成，本日情报已刷新。这是金手指。向南1里小径湾浅滩处有宝鱼、银北鱼出没。钓鱼全靠玄学，如今有了系统，这可是救命的稻草。蝈，你啷个啦？没事，刚才在想去哪儿给默默钓大鱼啊。真的吗？可是外面好冷，雪好厚，蝈蝈病才好。默默在家乖乖等着，大兄去就回。蝈蝈，这是爹爹给默默的钱，默默都攒着呢。爹爹说过，去鱼市卖鱼摆摆要给金龙帮交摊费的。蝈蝈拿着。默默真聪明，快回屋，今晚一定让你吃上鱼。大雪封地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若非系统指引，谁会来这儿？就是这儿了。银背鱼蕴含庞大血气，武者吃上一盐，抵得上数月苦功。当年父亲偶然捕到一条，回到岸上就被白家管事以1两银子换走。只要钓上来，默默就不会挨饿。
来了！给我起！好，是银纹鱼。看来系统是真的，情报系统真能点出宝鱼踪迹。老鱼把式说过，银背鱼极好鱼色，如果有4纹以上的雌性银纹鱼，这意味着冰面下真蛰伏着一尾银背。这尾是5纹银纹鱼，少说能卖40多文，但得家里欠白家2两银子，陈阿伯的200文，还有咕咚的柴火，不够，远远不够。继续。这么快？好货！停口了。说好的银背鱼呢？跑了，活酒成精。感知到危险，直接脚底抹油。现在我得先去鱼市，鱼市申时观澜，去晚了，满篓子鲜鱼就砸手里了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明日弄些好饵，非把你盘上来不可。金龙帮高年兄弟面生的很啊，哪家的？白家佃户，家父沈三槐。沈三槐，摆野摊儿还是进鱼篮？摆摊。规矩都懂吧？喏，就那儿，去吧。多谢。银纹鱼，嚯，鱼鳃鲜红，鳞片发亮，这鱼品相不错啊！大冬天的，小哥是捅了银纹鱼窝了。小兄弟，这鱼作价几何呀？4道银纹的1斤20文，5条银纹的1斤22文，至于这尾6条银纹的1斤25文，即决还价。我要这一尾4文的。给我也来一尾，家里老娘正病着，正好熬汤发去汗。我也要一条，别跟我抢！整整130枚大钱，默默的口粮又着落了。
野滩上都是平头百姓，谁会为了多一条花纹买单？这么好的鱼，难道这样砸在手里？马师兄，就是这里了。别看这鱼市脏乱，最新鲜的鱼错都是从这儿。韩哥，你的痨病痊愈了。多亏陈阿伯接济的救命钱，勉强捡了条命。嗨，咱们两家这关系，说这些见外的话干嘛？韩哥，这位是内城通贝武馆的三弟子马师兄马显阳。通贝武馆，难怪不怕冷。见过马大哥，不必多礼。这些银纹鱼是你的，怎么卖？6道纹1斤25文，其他的1斤22文，不算贵，全部算你25文，上称吧。3条银纹鱼品相不错，我全要了，拿回去给师弟师妹们炖锅鲜汤。共160文，给多了，我来找零。不用，沈兄弟以后有此等鱼货，直接送到我通贝武馆就行，价格绝不让你吃亏。原来如此，那就多谢关照了。陈安，你把鱼带回武馆，顺道送沈兄弟一程，怀里揣着钱，在外城不见得安全。明白，马师兄慢走。陈安，欠你家的。韩哥，你跟我生分什么？先进白氏的租子和赡板钱还，我家的不用着急。谢了，兄弟。走吧，一起回家。不急，我先去东市采购点东西，内城门口集合。现在有钱了，得去买点东西，正好还剩2条黑优，回去给娘和默默做点好吃的。默默可以吃些零嘴了。韩哥，怎的买了这么多东西？家无余粮，总得多备些。马大哥究竟是什么人？马师兄可是通贝武馆的内院三弟子，他身上气血旺得像个大火炉，数9寒天连件袄子都不用穿。据说马师兄的修为已经到了炼血巅峰，日夜熬打身体，已经无限逼近炼骨的门槛了。炼血炼骨，陈安，这5道境界可否跟我细细分说？自家兄弟有啥不能说的？5道一途分明境、暗境、化境3大境界，高的咱先不谈，单说这头一关明境，明境细分3个小境界：炼血、炼骨、炼金。炼血就是通过5道庄功催动体内气血奔腾。通贝武馆有句口诀：气血沸如汤，数9抗寒霜，破皮烂肉不算伤。只要踏入炼血，受点皮外伤，恢复极快。有这3样特征，便可试着冲击炼骨了。那炼骨呢？有什么特征？炼血还没入门就惦记炼骨，大师兄说过，能踏入炼血境，才算5道入了门。这世上多数人，苦熬一辈子都迈不过这道坎儿。能拜进内城武馆，已经算出人头听了。就算入不了门，凭这底子去大户人家做护门，去县衙壮班谋个差事，下半生的营生也稳了。嘿嘿，那倒也是，我娘说了，家里东拼西凑交了8两银子的束修，只要我肯吃苦，往后活计肯定不愁。8两银子束修，1两银子兑1000文，8两就是8000文巨款。想走正经路子拜入武馆，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了。陈安，那化境之上可还有更高的境界？具体叫什么，我这等外院弟子接触不到，反正咱们长云县肯定没有，恐怕那南乡郡城才有。蝈蝈回来啦！默默好想你呀！蝈蝈怎么去那么久？自是给默默抓鱼去了。看，给你带来什么？是烤鱼骨，这是给默默的吗？当然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蝈蝈你也吃。蝈蝈，你今天钓了好多鱼摆摆吗？卖了多少钱呀？你猜猜看。10文大钱？哇，好多钱哦！喏，这是默默入伙的分账，财不外露，快去藏好。嗯。娘，蝈蝈回来啦，还给默默买了好多好吃的。
郎，这是……娘，今日去小金湾凿冰，碰上银纹鱼群，卖了笔好钱。娘，你吃，可好吃啦！好，我儿长大了，有出息。蝈蝈做的饭好好吃呀，比娘做的还要好吃。说来也是，大郎，你何时变得这般会做饭了？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总得学着鼎力江湖，以后不能老让娘操劳了。对了，娘，咱家里现在还有多少余钱？全在这儿了，满打满算，只剩91文。娘，这些钱您收着，只要手脚勤快，很快能把欠账还清。大郎病好了，家里有粮了，这日子终于有盼头了。本日情报已更新。系统升级了。推演需积攒15日不动用情报方可开启。真言需半载。还魂需整整1年。动辄10天半个月，甚至1年。眼下这要命的关头，哪有时间等？打开今日情报。情报1：马显阳，通背武馆内院3弟子，困于炼械已2载有余，欲依靠宝鱼突破瓶颈。昨日偶见你所捕银纹鱼，断定你必知银背宝鱼藏身之处。彼时高价买鱼，遣人送你归家，皆是为麻痹于你，实则已在于氏部下眼线。一旦你携宝鱼现身，将把你诓至无人处，夺鱼灭口。马显阳要杀我！昨日那副豪爽做派，竟全是他伪装出来的。困于炼血2载，他只是把宝鱼当成了救命稻草。我是白氏佃户，白家是长云县3大霸主之一。马显阳不敢在明面上跟白家硬碰硬，但他怕我钓到宝鱼上交白家，断了他的机缘，所以他要在白家察觉前把我诓到无人处做掉。好一个马显阳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情报2：内城梅氏武馆馆主梅双风，虽身负恶名，却亦有正道之风。近来与通背武馆争夺弟子，互不相让。其亲传弟子江青红切磋不敌通背武馆赵洪刚，致使弟子流失。梅双风正暗中寻购宝鱼，以求弟子破关雪耻。若今日能钓得银背鱼，可从这梅双风入手，或许能寻得更好的破局良机。情报3：小径湾浅滩处有宝鱼银背鱼出没。情报4：枯林最大枯树上被干草遮盖的洞中，藏有金尾鼠囤积过冬的食物。情报5：长云县内城通背武馆后院收藏着画境级庄宫通背庄原本。情报6：云水湖深处有着钓海楼真禅弟子遗物及传承。通背武馆后院高手如云，云水湖深处更是要命的险地。眼下实力梯位，绝不可贪心去送死。今日先擒宝鱼，再破死局。这畜生倒是精明，吃吧，多吃点儿，吃饱了才好上路。这宝鱼成了精了，当真通了灵性不成？啊，上鱼了！不是银背鱼，不好，这鱼不能要。舍不得孩子，套不着狼。好机会。
部的力道。不行，再这么耗下去，非得被他拖进冰窟窿里不可。给我起！终于拿下了。操！若非竹竿挡偏了准头，这一下已经洞穿了我的脑袋。你这畜生！肾上腺素褪去，现在才感觉到彻骨的寒意。爹，您亲手削的这根鱼竿，终究是救了儿子一命。不过，也是时候换根好杆子了。若再遇上这等凶悍宝鱼，短杆可扛不住。等等，银背鱼被抓，底下的银纹鱼必然受惊，得抓紧时间。罢了，不能太贪心。有这条宝鱼便是最大的收获。马显阳既已布下引线，我若大摇大摆地背着宝鱼招摇过市，必定凶多吉少。宝鱼绝不能带进城。定位还在，丢不了。糖葫芦，哎，糖葫芦喽！包子，刚出锅的包子。马显阳的人，幸好我没把宝玉带进来。没有宝玉气息，是些凡类何仙？我去跟着他，你在此地守着，看那小子是否把东西交给旁人带进来。我知道了。窥视感消失了。来者何人？这位兄弟，劳烦通禀一声，马显阳马大哥昨日定下的鱼，我给送来了。马师兄不在武馆，你且稍待，我这就去通禀。这是我通背武馆内院二师兄冯小宝。昨日那几条鱼是你钓的？正是。不错，那鱼炖汤味道着实鲜美。冯大哥吃着顺口便好。跟我来。情报五中化剑技功法通背桩的原本就在那黑瓮之下。洪刚，那梅双风近日可有什么动静？老样子，7日前弟子亲手击败那江青红，估计是颜面扫地，至今不曾露面。好，梅双风怕是气坏了。18岁便突破练蛊境又如何？还不是败在无土手下。25岁的明镜巅峰，距暗境仅差一步，想来也只有镇东武馆的王玄阳能烧压你一头了。不曾想这等天骄，竟是我严校的亲传弟子。都是师傅倾囊相授，教导有方。哎，这也要你自身刻苦。像显阳那小子，简直就是块榆木脑袋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师傅俩关起门来，倒互捧得起劲儿，都练成断头路了，还在这沾沾自喜呢。区区明镜巅峰罢了，就算给你修炼到暗境巅峰，又有何用？一日不入化境，就只配在县衙、镇东武馆，还有那白家的鼻息底下苟延残闯。他说了吗？没有，还是不肯松口通背桩化境期心法的下落。哼，这一家子向来是属石头的，又臭又硬。要我说，早该动大刑了。光靠好言好语的逼问，能撬出什么东西？那毕竟是你的亲娘。亲娘？她算哪门子的亲娘？
自从生下我那好弟弟，他便将我扔到城外的破落庄子，整整10年不闻不问。等我长成，便逼着我去给白家那老东西做妾，好为我那宝贝弟弟铺路。同是亲生骨血，他将通背全本交给我那废物弟弟，却千方百计瞒着我，这也配叫亲娘？师娘息怒，您不是已经报复过他们，出了一口恶气吗？不够，越不够！毒死了我那偏心的死鬼亲爹，这就算完事了。不，我要宰了我那好弟弟，我要杀绝他们全家，方能消我心头这口恶气。师傅，弟子冯小宝求见。师傅，马师弟寻的鱼送上门来了，弟子该如何处置？既然是显阳寻的渠道，收下便是。这等采买琐事，以后无需回禀，都交由你去打理。弟子遵命，便搁这里吧。对了，你这篓中几尾鱼，注价几何？麻大哥昨日交代过，皆按25文一斤结算。25文，那便依三师弟的意思，怎地全是4文货色？昨日我特地问过掌勺师傅，沿照这银纹鱼背上纹路越繁，鱼肉便愈发鲜美。莫不是听闻我冯某人适时渔获，便妄图以次充好，来诓骗我的银钱？这笑面虎变脸之快，犹如翻书。冯大哥明鉴，在下也想多钓几尾上等银纹鱼，奈何今日时运不济，只得了这3尾4文的不说，好不容易守到一条大鱼，非但没能钓上来，反将我这竹竿生生拉断了。在下恐银纹鱼搁久了不新鲜，顾不上重置钓竿，急将这3尾送来。冯大哥若是不信，且看这断口可是簇新的。哈哈哈哈！原来如此，算你有心，倒是我错怪你了。我好食鱼，一日不食便惦记得紧。正好我那3师弟近来痴迷鱼事，置办了几竿，稍后我去挑一根来与你使。马显阳沉迷钓鱼，还买了不少鱼竿，他怕是为了冲破杼骨，妄图亲自钓出宝鱼。先借与你使。拿了趁手的家事，往后务必多给武馆钓些好鱼上来。好沉，这可是麻大哥之物，价值不菲，小弟怎敢？无妨，马师弟已启程去了长水县，没有10天半月回不来，你且用着，有什么事儿我一力担着。长水县同样依湖而建，马显阳去那儿必然也是为了寻宝。再者，马师弟这钓竿买回来有1月有余了，却连片鱼鳞也未曾钓得，回回都是两手空空，放着也是糟践。合着这马显阳是个资深空军佬。既如此，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弟这便告辞。去吧，出来吧。二师兄，阿哲，除了武馆这许久，在金龙帮混得如何？全靠几位师兄提携，师弟才有口饭吃。你小子离了武馆几年，倒变得油滑了不少。说正事儿，显阳交代的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回二师兄，师弟跟了那小子一路，盯得死死的，确定他身上没有宝鱼。田二虎那边一直守在内城客门口，也毫无收获。那看来是真没捉到了。那便继续盯着那小崽子吧，不可松懈。是，我把显阳的钓竿借给了他，等显阳从长水县归来，自会去寻他要回。要知道，显阳的东西可不是白拿的，届时他若拿不出宝鱼来做租金，二师兄高明。冯小宝这借竿之举，表面豪爽，实则是强行塞给我的催命符。若我刚才拒绝，他定会当场翻脸。通背武馆，马显阳，冯小宝。甩掉了。都把腰马扎稳了，想要出人头地，就得吃下苦中苦。腰松胯垮的，回去加练一个时辰。阁下看着面生得很，可是来我武馆拜师学艺的。敢问姑娘，可否代为引荐梅馆主？家师清修，概不见客。阁下若非拜师，还请回吧。姑娘稍待，在下手中有宝鱼的消息。跟我来。反应如此剧烈，看来梅氏武馆对宝鱼的渴求远比我想象的更急切。这步险棋走对了。你当真有宝鱼的消息？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若是敢拿虚言诓骗，踏进这扇门，再想后悔可就晚了。消息不，我是有真家伙，姑娘大可放心，借我10个胆子，也不敢在梅馆主面前大放厥词。
在此候着。马显阳去了长水县，10天半月不过弹指一挥之。等他归来，我必死无疑。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，用宝玉换取梅氏庇护，争这一线生机。进来吧。你有宝玉的消息？这双手仿佛随时能破空暴起，决断人的幽喉。回关主，宝玉在下已经钓上来了。什么？在何处？城外。是何宝玉？银背鱼。你既得了这般机缘，为何偏偏要将鱼卖于我？回梅馆主，是因昨日在鱼市卖鱼，恰遇好友与他家师兄收寻宝鱼，又从他口中听闻梅氏馆主素有正气，便想来碰碰运气。没撒谎，不过说告知你我素有正气的人是你那好友。是的。离你那好友远点吧。什么意思？钱包系统上写着虽身负恶名，却亦有正道之风。身负恶名，我怎么把这4个字忽略了？罢了罢了，你且先将宝玉带来，我验过真假再。对了，你方才说你好友与他家师兄在收宝鱼，是哪家的？来了。回馆主，是通贝武馆内院的麻师兄马显阳。你确定是他？确定。在下好友拜在通贝武馆外院，昨日我钓了几尾银纹鱼，麻师兄高价买下，还嘱咐我往后有更好的鱼，尽管送去通贝武馆。方才我也是先去的通贝武馆，只是马显阳师兄不在，说是去了长水县。我担心宝玉出水太久，气血大减，这才斗胆来寻梅馆主。你且先行出城，我随你走一遭。若真是那银背宝鱼，我梅氏武馆定不亏待于你。馆主高义，在下这便投钱带路。不必，内城人多眼杂，未必他人耳目，我自有法子坐在你身后，你先行便是。遵命。母亲，这小子的话当真可信？8九不离10，可人心诡辩，也保不齐有走眼的时候。但他若是敢拿这等事做幌子来消服，无论他有什么天大的苦衷，我都会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哼，那小子方才说我素有正气，我梅家昔日的是名门正派，可自从你弟弟被那群败类生生投入沸水铁鼎，惨遭活活烹杀之后，从那一日起，有的只是心狠手辣、睚眦必报的撕面魔。许是去鱼市堵我了。来了，来了！鱼在何处？这便是武者吗？踏雪无痕，当真是神鬼莫测。馆主，这便是那条银背鱼。不错，气血充盈，银鳞丰辉，确是货真价实的银背鱼。观其长势，足有5年余龄了。凡水族之宝，年份愈久，蕴含的气血便越发磅礴，也愈是千金难求。寻常银背鱼乃2阶宝鱼，不算罕见。云水湖周边2县，每隔2、3月便会捉到数条。初长成者，可值10两纹银，而你这条能赚价20两。20两纹银。印象中当年父亲捕获的那条体量相差无大，却被白家管事以区1两银子强行收走。这吃人的世道，底层见如草叶，必须要学武，只有学武才有出路。我沈修寒一心向武，愿以此鱼为礼，请梅馆主收我为徒。礼便罢了，我梅家武馆开门授徒，自有一套规矩。这银背鱼该值多少银两，我自不会少你的。至于拜师，今年多大了？刚满17。17，对武道筑基而言，稍迟了些。
骨缝未彻底闭合，筋膜亦有韧性，尚有雕琢余地。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拜我为师需缴纳束修，交多少钱学多少武。若你日后囊中熏下，也别怪我武馆不讲情面，可清楚我的意思了？明白。该交的束修，只管从宝玉的银钱里扣除便是。也罢，外院弟子半年束熏8两纹银，这半年光景足以试出你在武道一途是龙是虫。若能练出几分火候，譬如破开炼血境，护入明境初期，往后便可入内院继续深道。若毫无起色，便趁早断了这份念想，另谋生路去吧。弟子定当悬梁刺股，勤学苦练，绝不负师父成全之恩。明日4时前来武馆外院报到，自会有人传你基础装功。至于能修到什么境地，便看你自身的造化了。为师今日出门仓促，未曾携带足数银两，这3两银钱先与你，扣除8两束修，余下的9两，等你明日来武馆时，为师再一并补齐，如何？自是可以。宝玉一旦脱水，体内精纯气血便会迅速流失，幸而你心思机敏，懂得用冰块封存，这才堪堪保住了药效。我纯粹是为防人耳目才冻成冰坨子的，但既然梅双风这般说了，师父谬赞。万事明日再论。走了。嚯，找到情报寺里经纬署囤积过冬的食物了，足有3、4斤重，正好拿回去给娘和嬷嬷补身体。这是什么？废了他追！敢惹我黑狼帮，今日就叫你交代在这儿！这世道当真乱如草芥。娘，今日怎回来的这般早？哥哥，大郎，近些日子不太平，不服的刘婶子说，城里流窜进了一伙掳人的歹人，他家小孙子晌午就不见了。大郎，娘想着外头这般凶险，娘暂且不去布防上工了，留在家里编些渔网拿去卖，贴补家用，你看成吗？娘是怕留在家中成了吃白饭的累赘，才这般低声下气。娘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家欠的债再也不用抽了。大郎，这你从哪儿弄来的银子？孩儿今日运道好，捉了一尾银背鱼，卖与内城梅氏武馆的馆主。他不仅20两银子买下，还将孩儿收入武馆外院。娘，从明日起，孩儿便能修行武道了。武道？真的？真的。他爹呀，你睁眼看看呐，大郎出息了，你可以合眼安心的去了。大郎，当年你爹捕到银背鱼，可是被白家管事硬生生收走的。咱家是白家佃户，这鱼……娘且放宽心，鱼是卖与我师父的，只要咱们闭口不提，白家如何知晓？苦日子熬出头了，今日是大喜之日，您带嬷嬷歇着，儿子亲自下厨。姑姑，面面好好
本日情报已刷新。情报一：你昨夜自枯树洞中得来的暗褐石块，真名唤作原石，其内蕴含精纯天元气，对于刚劲期武者修行大有裨益。刚劲期，莫非是凌驾于化境之上的武道境界？对刚劲期都有大用的东西，若落在化境、暗境武者眼里，绝对是天大的机缘，万万不可漏财。情报二：通背馆主严啸，乃原馆主上门女婿，受发起宋嫣容蛊惑，暗害乐放，鸠占鹊巢。宋嫣柔更将亲戚宝地幽禁暗室，日夜拷打逼问化境原本的下落，而严啸竟还觊觎岳母封玉，暗中强逼其行不当之事。好家伙，严啸这老东西真够无耻的。那宋延龄更是蛇蝎心肠，连亲弟亲娘都不放过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难怪门下弟子动辄便要谋财害命。情报三：昨日冯小宝强行借你钓竿，实则包藏祸心，欲以此拿捏于你。马显阳赴长水县空手而归，已改到南乡郡，归期延至16日后。哼，不出所料，冯小宝故意装作好食鱼，不过是想套住我。等马显阳回来，便有个名正言顺的由头来敲骨吸碎。情报四：梅双风见你长跪雪地，恍惚间窥见其王子江洛云昔年影子，心生恻领。江洛云生前最喜鱼膳，即梅双风亲手熬制的一堂小食。原以为梅双风只是看中银背鱼的价值，不曾想还有这般隐情。情报五：近日长云、长水2县外城频频有5只同岁童男童女离奇失踪，坊间皆传是流窜的拍花子作祟，实则背后乃是长云县大族白氏暗中操控。啊！白家，堂堂内城大族，要权有权，要钱有钱，暗中掳走穷家孩童，意欲何为？曾在市井听闻，白家名下开着诸多风月厨馆，难道他们是想把这些稚孩打入贱籍，推入火坑？默默恰好也是这个年纪，这帮披着人皮的衣冠禽兽，往后绝不能让娘和默默单独留在外城乱走了。情报六：通背武馆后院收藏着化境级庄公通背庄原本。情报七：云水湖深处有吊海楼真禅弟子遗物及传承。这情报的刷新规律，似乎都与我接触的人事有关。而按照眼下这番推演，岂不是说，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，任何人的底细、隐秘、弱点，都将被我洞悉无余？徐川，带修寒四处转转，讲讲武馆的规矩。其他人继续早习。遵命。在下徐川，内院2弟子，你唤我一声2师兄便是。见过2师兄。自家师兄弟，勿需多礼。走，师兄先带你认认门路。沈师弟，咱们武馆规矩不多，就2条。其一，不可在外仗势欺人；其二，尊师重道，同门不得相残，否则师父必会亲手清理门户。记下了。师弟谨记于心。师兄，那我何时开始练武？瞧，急了不是？武道第一关明禁期，分练血、练骨、练筋3境。武院有云：6月叩血门，3载熬筋骨。莫道学武不吃苦，偷奸耍滑难成虎。万事开头难，头几日由师风亲自传授庄功，待你感应到气血入了门境，才跟着我等一同操练。原来如此，是师弟急躁了。师兄，这6月叩血门，可是所有人都要6个月？那自然不是，6个月只能算合格。天赋优异者1、2月便可。譬如我，当年只用了37天。37天，难怪能成内院2师兄。那2师兄可是咱们武馆最快之人。非也，最快的是大师姐，当年只用了18天。也因此，大师姐与长云县的白鲸、罗唐英、赵洪刚并称为长云4杰。师兄，我听闻坊间传言，武者11条宝鱼，足抵数月苦练之功。大错特错，直接囫囵吞下，10成药力要流失7、8成，堪称暴殄天物。宝鱼一身是宝，
一股尖刺可打造成神兵利器，血肉精气则辅以名贵灵草，交由炼丹师炼制成气血宝丹，方有一日千里之功。你日后若摸到宝鱼，大可直接卖给师傅。师傅他老人家正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丹师。原来如此，弟子告退。昨日欠你的余钱，自己打开点点数。多谢师傅。初学武道，根基最为紧要，这几日便由我亲自教导于你。习武筑基，守在蓄养气血，染则何以养血？必先运用庄功，营血归基，待到气血奔涌，沸腾如汤，方成武道。此乃我梅氏武馆玄阴桩，取意玄阴凌霄，裂骨擒龙。站桩之时，切忌形如朽木，须一掌为爪，力透指尖。观想胸前有千斤方石，在双爪夹击之下，寸寸拔高。检测到可推演武学玄阴桩，是否推演？推演，系统触发了。推演！情报积攒不足，需15日方可开启推演。不出所料，不过这推演虽眼下无法动用，却也并非全无收获。你来试试，照着我方才的动作走一遍，能照猫画虎摆出几个装饰，便算几个。明白。仿佛有无数无形的丝线，正从四面八方疯狂撕扯着我的筋骨。还不错，头一次便可摆出3个架势，在武馆内已算中上了。师傅，内院的师兄师姐们头一次能摆出多少？内院5人皆是3架势以上，多想无用，武道最忌心急。你今日将这3封式练熟，每日添2、3个，不出10日便可尝试感应气血了。与其他人一道练习吧。是，师傅。我的根骨平平无奇，若按部就班，怕是得4、5个月方能感应气血。积攒情报，开启推演，已迫在眉睫。但这15日内，绝不能表现得无所事事，必须苦练掩人耳目。没看到马显阳的眼线，难道是放弃了？不可能，8成是在其他地方死蹲。真该死！那小子难不成这2日没摸到鱼，连城都不进了？有可能。从明日开始，咱们陈氏就去城门处死死候着，我就不信他不来城内采购米面。好，马师兄此番远赴长水县，若寻不到宝鱼，定会多购些气血宝丹回来。咱哥俩把这差事办漂亮点儿。届时马师兄若赐予你我1粒宝丹，说不得咱也能扣明进大关。大人，不是说好的2两银子吗？怎么又加了？我家大郎已经赚到钱了，这些都还给大人。说好的2两是不假，可你当时也没还上啊，硬是拖了3日。这期间的利息嘛，1日200文，不算多吧？求大人稍待，我家大郎晚些便回，定会把利钱还上。晚了，我家公子宽限你3日，已是天大的恩德。既然拿不出银钱，那便拿着小丫头抵债吧。不要啊！娘，哥哥救命！住手！你便是沈家大郎，
正是。我乃白家三公子白扶风，方才的缘由，想必你都听到了。自是听到了，很好，那便抱歉了。白忠，拿，欠你的钱还你。沈家大郎，你似乎很有钱啊，远不及公子。只是光天化日之下，公子竟带人强舍妹，这事儿若传出去，知道的是白公子您在收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外城传言里那些丧尽天良的拍花子呢？放肆！区一个下贱佃户，也敢编排主家！我现在就拔了你的舌根！慢着，沈大郎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这些日子县内频发志同失踪案，我白家世代清白，正鼎力协助官府彻查。你可知，你方才这句话，若是落入有心人耳中，会为我白家招来多大的非议？公子莫怪，大郎一时冲昏头脑，才顶撞公子。大郎，快给公子赔罪！是修寒失言了，我也是听到内城里的传闻，一时着急乱说的。内城传闻，你是从何处听来的？是在通贝武馆里听到的。通贝武馆的冯师兄、麻师兄待我极为照拂，不仅出高价包办了我的鱼货，还说我捉到更好的鱼，皆可送往通贝武馆。公子，您看那边，这是我白家贮气坊里特制的钓竿。公子好眼力，这正是通贝武馆的马显阳师兄亲手赏赐的钓竿。如此说来，倒是误会一场。沈大郎，银两我收下了，这3日的利息便免了，之前欠的山毯钱、租子一笔勾销。走，三公子，此事就这么算了，要不属下折回去，干脆把那一家子……不可轻举妄动。家主有令，近日风声太紧，行事务必低调。明日你等派人去东西坊，把那个姓刘的小女孩弄到手再说。他奶奶的！那咱们之前在云水湖里弄死那沈三鹤老东西，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？闭嘴！你这狗奴才是嫌命长了是不是？啊！管好你那张破嘴，再敢乱嚼半个字，本公子把你剁了喂狗！是，属下该死，谢公子饶命。大郎，咱家欠的账，当真就这么两清了？两清了。蝈蝈，大坏蛋都走了吗？他不会抓默默了吧？白家人会不会再来，我不知道，但下一次，我绝不会让他们安然无恙的离去。都走了，再也不会来了。哼，今儿个来的倒够早。你看甚？让你们眼睁睁看着我踏进梅氏武馆的大门，说不定能让你们投鼠忌器，在马显阳回来前不敢轻举妄动。你说什么？二师兄，那小子不知何时竟拜入梅氏武馆了，我亲眼看着他唤徐川为师兄。无用的东西，连个外城泥腿子都看不住，要你何用？二师兄息怒，师弟琢磨了一路，他一个穷佃户，哪来的8两银子交束修？二师兄，他消失2日，怕是用了什么法子，将宝玉卖了换钱，才交上束修。拜入梅氏武馆的，好大的胆子！拿我师弟的钓竿捉到的宝鱼，就活该是我通贝武馆的东西。走，带人去梅氏武馆要账，都给我抄家伙！谁干的？是快班的差役教训的我们，二师兄，你可得做主啊！咱们报了武馆名号，他们非但不听，下手反而更狠，还把南市的2家赌符全贴了封条。快班查封赌符，武馆名下诸多产业，平日里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按月拿孝敬的，怎的今日会突然撕破脸皮？快班，我没记错的话，那快班捕头是白家的2公子白秀安吧？就是他，是白秀安亲自带人封的门。白家，长云县真正的霸主，家主身兼县尉，
更坐镇着一位踏入化境多年的绝顶高手白擎苍。白家的人忽然毫无征兆的对通背武馆下死手，绝不寻常。出大事了，得立刻禀报师傅！沈师弟，你这进步倒真是出人意料。照今日这势头，或许2、3月便能感应气血了。师弟练武晚，只好笨鸟先飞，盼个勤能补笨。不错，能吃苦，肯下功，便没有练不出来的。装什么武痴呢？倒显得我等背懒了。外城来的，想必只知束修昂贵。哼，拼了命的练，就他这般熬打，不出几日就得把筋骨练废。听说了吗？白家和通背武馆干起来了！白家把通背武馆的赌坊端了。赵洪刚、冯小宝带着人直接去了县衙讨要说法，真刀真枪的干。动手了？动静太大，把白家大少白晶惹出来了。他空手下场，一个人压着赵冯2人打。打得好！通背武馆前些日子欺负江师姐，活该吃瘪。通背武馆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惹白家。我最开始也纳闷儿，直到镇东武馆的王玄阳站了出来，挡下了白晶。通背武馆背后的靠山是镇东武馆。摇起来了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长云县几大势力全卷进去了。乱点好，越乱越没人顾得上我。天塌了也有高个子顶着，我只管熬过这10来天。众星太浮，重来，下盘不稳，再练。28式基础装甲，尽数贯通，时机已到。检测到可推演武学玄鹰桩，是否推演？3、2、1。你摒弃杂念，苦熬4年，庄公破入小城，感应气血，历经9载风霜，玄鹰桩真至大成，领悟行气大周天，气血大成，迈入炼骨之境。第13个春秋，功行圆满。第15年，领悟必杀技天玄鹰劲，触碰武道至骨。气血，感应到气血了。不好，5脏6腑都要烧起来了。血去外山，脱衣散气。莫要分神，引导气血，起手式。浑身赤红如火，热气蒸腾成雾，是突破炼血境的异象。这怎么可能？算上今日，满打满算正好16日，16日便叩开血门，比大师节快2日。此人天赋竟恐怖如斯！师傅，行俗易走，意在爪先，宛如玄鹰昂首。玄鹰桩，小城。木秀玉落，风必摧之。15年推演早已圆满，但底牌绝不能全亮，伪装成小城便足够了。师傅，弟子信不辱命，已叩开血门，踏入明境。不错，非常不错。从今日起，
你便免去外门考验，直入内院修行。进了内院，才有资格修习真正的质地大法。玄鹰庄这头苍鹰，终于要生出利爪了。弟子遵命。跟我来内院。徐川，你也一并来。沈师弟，你对去城内各大家族寡职当差一事可有了解？知晓一些。武道一途最是耗费钱财，练血只是个开始，往后的练骨、炼金皆需大量肉食、药膳、银钱填补。我与你三师兄、四师兄，如今都在内城的镇东镖局里挂了镖约的号，轮流走镖。至于你五师姐，去给罗家大小姐做护卫了。世道险恶，各方势力倾轧，师兄与你透个底。明日你若寻不着心仪去处，不妨随我一同去镇东镖局，自家师兄弟抱团取暖，免得叫外人欺凌。当然，我等也是怕你吃亏，留条退路。若明日有哪家开出更好的条件，大可放手一试。我明白了，多谢两位师兄。敢问师兄，这镇东镖局开出的待遇如何？勉勉强强。拿炼血武者来说，基础月钱3两，每月定量供应5斤肉食，1枚固血丸，半月1碗黑参补血汤，走一趟镖赏银1两。若遇着水匪响马见了红，后续再补些银钱。一般而言，每月顶多4、5两银子进项，堪堪足够修炼罢了。4、5两月钱，外加肉食丹药，这等丰厚待遇，竟只是勉强够修炼。明镜武者的消耗远超我想象。对了，师兄，我听闻内城有一家镇东武馆，不知和这镇东镖局有何渊源？何止是有渊源，师弟，你可知长云5大家族？可是白、季、罗、韩王这5家？正是。白家霸道，季家巨富，罗家有县尊，韩家是望族之脉。这4家要么有化境坐镇，要么势力庞大。唯独剩下的王家，平日不显山露水，却是其他4家绝对不敢轻易招惹的存在。师弟可知缘由？请师兄解惑。咱们长云县地处偏远，算不得繁华，可20年前，这里却出了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，那便是手握重兵，坐镇东江雄关，与越国对峙的镇东将军。镇东武馆、镇东镖局、掌兵铺、将军酒楼，皆是他名下产业。镇东武馆大弟子王玄阳，更是将军亲子。有这层背景，就算王家家主不通武道，这长云县内谁又敢动王家一草一木？军方众将，任你帮派林立，个人武勇如何鸟得？又怎敌得过千军万马的兵锋？这才是真正的只手遮天。沈师弟，你可知为何镇东镖局待遇不高？我等还要削尖脑袋，非扎进去不可。愿闻其详。不过是为了搏一个未来罢了。将军每隔几年便会派专人重返县内，从本地年轻武者中拔擢敢打敢拼的苗子冲入军中。镇东武馆和镖局便是被优先挑选的嫡系。咱们底层出身，背后没有大族供养，若想走得更远，就必须跳出这口井，去那广阔天地，见一见真正的大世面。师弟，我等去镇东镖局不过是个跳板，师兄弟几人抱团，最终的去处是咱们大齐5军之一的龙香军，去那里搏一个风息银子的前程。龙香军，原来如此。田二虎的胞弟田平安，正是借着王家的关系入了龙贤军。田平安不仅是明镜后期，更是龙贤军百夫长。我解决了田二虎，若还跟着师兄们去他的地盘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乱世之中，狗盗为先，这险绝不能冒。两位师兄一片苦心，师弟感激不尽。男儿在世，自是想去外头闯荡一番，只是师弟生性散漫，受不得军中那等森严铁律，怕是要辜负师兄们的美意了。说来，师弟还是更向往加入一个武道宗门苦修。前些日子，
师弟偶然听市井里的游方高人提及过一个唤作吊海楼的门派，听闻其手段通天，高修云集，令人神往。不知二位师兄走南闯北，可曾听说过这方势力？我这几年行镖，对南乡府大小宗门帮派，乃至各路人马的三教九流，都摸了个8、9不离10。可师弟所言的吊海楼，却是闻所未闻。我也一样未曾听闻。沈师弟，莫不是那游方道人骗酒喝，随口湖州的名字？不，未必是湖州。我大齐9州36府，广袤无垠，南乡府不过沧海一粟。这吊海楼，保不准是沧州以外的势力，或许远在他州，乃至大齐国都的武道圣地，没听过。远在其他州，这不对吧？吊海楼既能遣真传弟子深入云水湖，理应是沧州地界的门派才对。若真是外州之人，远道前来寻觅机缘，为何会殒命于此？还是说，他是和他人结伴同往，最终却被暗算解决于此？对了，估摸着就在今年内，龙湘军便会来长云县招人。前几年曾有咱们武馆的弟子投奔过去，如今已混出些名堂，届时或可托人走动走动。沈师弟，今日白家和镇东武馆没来，剩下的罗、季、韩3大家族都遣了管事。你叩开炼血，天赋极佳，我建你选罗家。师兄可有稳妥的说法？你家是白家佃户，而罗家与白家世代联姻，素来交好。再者，罗家乃宪尊家族，有化境强者坐镇，你选罗家，绝不会亏待你。白家与罗家是姻亲，怪不得那闹得满城风雨，掳走无数儿童的拍华子案毫无细问。衙门与黑手根本就是一丘之貉。多谢师兄提点，待会儿我见机行事。马上便轮到你这尊大佛压轴出场了。气血透体穿尽，老子练了快3年的庄功，竟打不出他这一击的威力。好霸道的明镜，气血透体，隔山打牛。怪物，16日叩开炼血，此子天赋绝不逊于当年的江青红。献丑了。沈兄弟这等手段，若叫献丑，长云县9成武者都该去跳湖了。我罗家正缺客卿，月前4两，肉食10斤，无偿供应气血药膳3副，每月再送1粒养血丸。不必干杂活，挂个清客名头便可。沈兄弟，我韩家缺护运教头，每月5两现银，肉食10斤，大补药膳2副，外加1粒明镜大丹凝血丹。不仅如此，只要你点头，我韩家在内城拨一套清静小院，无偿借予你一家居住。直接送内城院子，这条件疯了吧？论底蕴各有所长，但论待遇，我季氏从未拒过谁。沈兄弟，我季家愿出月钱8两，12斤精肉，药膳3副，外加2阶宝兽炼制的碧血丹1粒。请沈兄弟去云水湖云一岛做镇守巡使，单独配一艘乌篷船供你差遣。云一岛距离吊海楼真传弟子的坐标非常近，若是划船过去，顶多2刻钟。云水湖深处水怪肆虐，水匪横行，单枪匹马摸过去风险太大。但若披上季家驻岛巡使的皮，便可光明正大的游弋巡视，借机取走传承。季家本就给出了最丰厚的待遇，这还权衡什么？就选季家。沈兄弟，你年纪轻，不知这江湖水深啊。罗某好心劝你一句，真去了那云一岛，怕是有去无回呀。咱们长云县年轻一辈中，原本是有5大天才并称的，但你们可知为何如今只剩4个了？罗音，你这老狗敢耳！有何不敢？
乃公今日偏要说个明白。那第5个天才季关南，便是被他季家派去了云溪岛，结果呢，被陈建补的血头陀当众活捉，生生丢了性命。罗季两家的机遇，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不过正好，此时我若依旧接下差事，这雪家送炭的胆识，反倒能彻底赢取季家的信任。陈建悟竟敢当众解决季家的天才，那可是云水湖上怒海派的麾下，里面全是齐越两国的亡命徒，狠角色。听说那斩了季家天才的，是个叛出佛门的妖僧，10年前就是暗境后期的高手，如今更是深不可测。当年那季关南惊才绝艳，不到20岁便达冥际巅峰，竟也落得那般惨烈的下场。沈兄弟，云夷岛的差事常年与水匪打交道，确有几分凶险。但我季家立足长云县100年，绝不是让手底下人去白白丧死的无义之辈。为了给驻岛巡使增添几分保命的真本事，我季家特许下一个破例的条件，凡得老夫认可，且愿意接下云夷岛巡使妖派的武者，皆可入我季家藏书阁，任意挑选一门技艺或庄功。藏书阁，季家疯了吗？那可是世家大族的命脉，为了争一口气，竟肯对外人下如此血本。沈兄弟，你是老夫认可天才，选择权在你手上。意外之喜，本就是借道去寻传承，竟还能白得一门世家珍藏的武学。季家的诚意，晚辈铭记于心。云夷岛的巡使，我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沈兄弟痛快，我季家已绝不亏待于你。这2日你且安顿好家中琐事，后日去城北季府寻我季中，届时老夫亲自为你引路，去藏书阁走上一遭。多谢管事成全。选了哪家？回师傅，选了季家，去云夷岛做驻岛巡使。云夷岛那处地界临近陈建武，是个险地，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季家许弟子去他家藏书阁挑选一门武学。拳脚身法类可选踏河头流步、裂风腿或碎玉挥风掌，临近期最为实用。若选兵刃，唯有拂柳剑法和断门刀勉强入眼。师傅深居简出，竟对季家藏书阁如数家珍，简直像在自家后院挑大白菜。多谢师傅指点。拿着，那只青锥鸡气血颇旺，这炉碧血丹承丹6粒，服3至4粒，便可着手准备突破炼骨。切记，2阶宝丹药性霸道狂烈，需隔7日吞服1颗。若贪功冒进，共撑爆血脉。弟子明白。好狂暴的药力，仅仅一嗅，气血便急于透体而出。不愧是2阶宝丹。里头装的是青锥羽，可拿去卖钱，或寻铁匠打成剑矢自用。是。季家可言明何时登岛？管事让后日去挑武学，登岛日子未定。那这几日安心在武馆夯实气血，日后去水上玄阴桩不可落下。休沐日若有疑难，大可来找我。多谢师傅厚爱。师傅，这些可是辅助炼丹的奇物？不是，闲来无事做些堂食罢了。不知师傅这堂食可否赏赐弟子一些？你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贪嘴孩童的甜腻零嘴。弟子出身贫寒，自小素来偏爱这等甜食。饴堂还需通风晾晒，2日后你再来拿吧。多谢师傅赏赐。开门！乱播帮办事，里头的人你滚出来！大郎，真是没完没了了。娘，看好嬷嬷。大郎，
你当心些！竟是此人。当初我去于氏售卖银纹鱼，正是这汉子收的摊位费。他分明是金龙帮的人，怎的又自称乱波帮了？卖鱼那日，他腰间木牌上分明刻着一个高字，如今姓氏名号全改了，难不成这帮人是金龙帮假扮的？小子，发什么愣呢？让你家大爷站在门外喝西北风！对方人多势众，不知是否有明镜好手，绝不能让他们拿娘和嬷嬷要挟，得躲着来。几位大爷，这么晚了登门，不知所谓何事？何事？小子，招子放亮些！这小径湾从今往后不归金龙帮管了，该由我乱波帮接手。春时的利钱，今日交到咱们兄弟手里便是。春时利钱？几位爷，这还未到交利钱的日子啊，家里没攒下余钱，您看能不能高抬贵手，宽限几日？没钱？若是老子没记错的话，你家里头是有个小妹吧？若是实在交不出钱，将她抓走拿去抵债，大爷我倒也能做个主。只有这400文了，还差1000，小人一定尽快凑齐补上。没看出来呀，脸色说变就变。你这穷酸泥腿子还挺有钱，但大爷不信你，滚进屋，把你藏着的钱全部拿出来。我警告你，别逼老子亲自去搜，否则算了。少，这小子怀里就揣着这么多钱，家里头肯定还藏着不少钱呢。我说，算了。是。3日内将剩下的钱送到乱波帮堂口，逾期后果自负。算你小子走运。娘，把门杀死，绝不可出来。少门主，方才那小子怀里就揣着400文，屋里绝对还藏了钱，怎的就这般轻易放过他？我等借着乱波帮的皮刮了笔红彩，顺道把水搅浑，已是美事一桩，不必因小失大。待3日后，等那小子拿剩下的利钱交给乱波帮，你说他们是什么反应？属下不知，属下只是觉得少帮主方才恐怕少收了不少大钱。刀疤，你跟着我金龙帮做事有几年了？回少帮主，整整4年了。从金龙帮在长云县插旗的头一天起，我便被老帮主收在麾下。这几年始终跟着您赴汤蹈火呀，少帮主。4年，倒是有些年头了。那如果我告诉你，金龙帮并非是4年前才立的，而是早在10年前，我爹便在广武府石潭县创立了这帮派字号。当然了，那时还不叫金龙帮。这事儿，属下倒还真是头一回听说。你当然不知晓，因为除了我与我爹，当年知道这事儿的人都已经没命了。当年在石潭县，我看上了当地一个富户家刚及第的千金小姐，那身段，那脸蛋儿，我便将她掳走，抢回了她的清白。后来，我向他爹勒索了一笔赎金，过程中听人说，他有位兄长在沧州摘星门，还是位亲传弟子，修为更是暗尽巅峰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拿了钱，把那一家子彻底解决干净。为了彻底抹平痕迹，不走漏半点风声，当夜我爹带着我将帮里的36个老兄弟一个个亲手割了喉咙，然后搜了款子，连夜来到长云县，这才有了金龙帮。少帮主，您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属下对您和老帮主那是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啊！忠心？这世上只有闭了眼的人才最让人放心。况且
我方才给过你机会了。若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不介意放你一条生路。可惜你果然如我爹说的一般，又贪又色，蠢笨如猪，毫无培养价值。留着你，只会影响到我家大事。少盟主，有话好好说，我等这就连夜散去，再也不回长云县，不回南乡府。晚了，要怪就怪乱波帮吧。正巧我们在这长云县捞够钱了，只等那处地界一开，便换个地界痛快逍遥。可既然要走，当年的规矩自然不能破。高年，你，高年要解决我等灭口，左右是个没命，兄弟们拼了！哼，蝼蚁也敢撼天！跑，真是蠢货！白白在我金龙帮待这些年，何方狂徒，敢在我乱波帮地盘上闹事！滚开！此人气血稀薄，像是初入炼血，但那古怪的运劲法门，竟能与我这炼血大成硬汉而不落下风。你是何人？我爹乃是金龙帮高福，早已踏入暗境多年。阁下当真要与我金龙帮不死不休？哼，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乱波帮二当家沈二刀是也，打的就是你们这帮金龙帮的败类。你好快！这身法，除了运劲法门，此人还身兼一门身法，连衣角都未被占到半分。不行，得撤！破！糟了，大腿重伤，一身实力去了80%，想逃都难了。阁下，不，兄台饶我一命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金龙帮愿双手奉上纹银100两。兄台，饶我一命，我有一桩大机缘告知，这长云县有一处夫。欺人太甚！短提供。高年此人虽未叩开炼骨玄关，体内气血却凶浑霸道。若非身怀铁骨功与惊鸿游龙傍身，单凭天玄英劲，今夜倒下的恐怕就是我了。好在没出意外，这些碎银定是他们今夜从各处穷苦人家搜刮来的。临跑路前捞一笔横财，打着乱波帮旗号提前收了春时的利钱，等乱波帮接手，面对的将是一个榨不出油水的烂摊子。交不出钱的穷户会有什么后果？他就是故意要嫁祸。哼，行事如此恶毒，罪有应得。只是可惜没找到他那门腿法，若能到手，推演一番，全身便再无短板了。二阶饱受青锥鸡制成的碧血丹，好霸道的药力，简直像吞下了一块烧红的木炭。给我震！气血如汞，气血总量暴涨近乎1倍，再来几颗，便可着手突破炼骨。届时去云溪岛夺宝，把握便大了几分。宝丹下肚，情报点数却毫无变化，看来只有生擒天生灵物，方能增长点数。昨夜解决了高年，这帮地头蛇个个心狠手辣，眼下绝不能有半点大意。本日情报已刷新。情报1：
金龙帮在与乱波帮争斗中全面处于下风，帮主高福决定转入暗地蛰伏，等候机缘。然高福已得知独子高年身遇，担心被斩草除根，此刻正与数名心腹藏身于外城野四方第5家。外城野四方第5家，那不是田二虎的空宅子吗？金龙帮败爱局已定，高年又折在我手里。高福这老狐狸不赶紧逃出长云县，反倒窝在田二虎的宅子里蛰伏，他在等什么？田平安，田二虎是高福的心腹，高福定然知晓田平安的底细。龙翔军百夫长，炼金境高手。若等田平安回乡拔擢新兵，与高福接上头，得知田二虎和高年之死皆与我有关，一位炼金境高手的报复，我拿什么挡？绝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先下手为强。斩草除根，得想个万全之策，借刀杀人。谢过大爷，大爷长命百岁，妻妾成群。问你个事儿，答得好，再赏你10文。大爷您吩咐，小老子知无不言。这几日可有一群生面孔住进那处院子？有，这2日陆续进去好些生面孔的汉子，看着凶神恶煞，绝不是房里的善轱。他们成天闭门不出，摸不准有多少人。谢大爷，谢大爷。张头，听麻子说你昨夜出去了一趟，送信的苦累活罢了，给龙翔军的信。听帮主的意思，他在军里有关系，要搬救兵找乱波帮的混账，清算这笔账。真的太好了，到时老子非收拾了那乱波帮不可。小声点，帮主说那人身份不一般，得等消息，你嘴巴给老子闭紧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高福暗中联合了田平安。等那位明镜后期的龙翔军百夫长带人回来，我的处境便彻底陷入死局。必须先摸清虚实，再做决断。晃得老子头晕眼花，你就不能坐下喝口茶吗？大哥，这都火烧眉毛了，要我说，咱们还是赶紧舍了这份家业撤吧，带上金银细软去南乡府的小据点避避风头，未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避风头？大年刚走，这笔账还没算，老子夹着尾巴灰溜溜逃了，以后还怎么立足？大哥，大年那事透着蹊跷，非乱波帮的武功路数所害，或许真有什么过路的高手。胡扯！分明就是被乱波帮那群杂碎暗中设伏围剿的，捏造个过路高手的由头，不过是想逼老子离开长云县，老子死也不如他们的意。可大哥了，休要再啰嗦，滚去偏房，让老子静一静，此事没得商量。快20年了，这辈子能否登临画技，乃至刚劲，全要仰仗那处机缘。可恨那地方，唯有30岁以下的武者方能踏入。倾尽资源培养10年，本指望高年30岁前叩开练骨，替老子夺回造化。哼！可这废物烂泥扶不上墙，如今还丢了性命，险些坏了老子大计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田平安20有9修成炼金，还身兼一门横炼法门，比高年那份物更适合去那处地界。待信寄过去，老子不信你不心动，毕竟那可是……是谁？是谁？好险，不愧是暗境武者，感知反应远超明镜。幸好有惊鸿游龙，否则定被高夫发现。五魁首啊，666啊！
真是的，你们吃香喝辣，留我一个人喝西北风。嘿嘿，等会儿轮值，非得赢光你们的赏钱不可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哪来的不长眼贼人，跑到乱波帮撒野，活腻了不成？出什么事了，刘老三？人在哪儿？二当家，不知谁扔过来的。兄弟伙，去通知大当家的，找到高福那混账的藏身地了。高福混账拿命来！是，一动不了。追！别让那老狗逃了！高福藏得这么严实，定是至宝。呸！真晦气，连个铜板都没摸着，定是高福带在身上跑了。算了，重创了高福，够本了，撤！崔新长，郑大刀，名不虚传。等着吧，等我得了机缘，定要将你的双掌食指一根根拔掉。我的御剑，乱波帮郑大刀，你们毁我基业，坏我机缘，我必拿下你们！什么？金龙帮的人全没了？千真万确，乱波帮那群人天没亮就在各坊市敲锣打鼓了。那位高帮主呢？听说他武艺高强，嘿，也没了。听说是被乱波帮的几个头目围住，当场重伤倒地，老惨了。高福没了，这不对吧？本日情报已刷新，果然还活着。乱波帮这是觉得高福成了丧家之犬，故意放出风声，借机坐实外城一霸的威名。这对我来说是一桩大好事。乱波帮在帮我背黑锅，高福就算归来，报复的首要目标也只会是乱波帮。情报一：高福被郑大刀重创，已逃离长云县，前往南乡府据点，其发誓稍月归来，踏平乱波帮报仇。如我所料。情报二：高福急送龙念君的书信，将顺利抵达田平安手中。田平安看完信件，不日便将启程，动身返回长云县。田平安不日归来，这把悬在头顶的炼金镜钢刀终于要落下来了。他若只找乱波帮麻烦自然最好，可万一查到田二虎的事与我有关，我绝不能拿娘和默默的安危去赌。情报三：你得来的神秘玉剑是一把开启福地的钥匙，福地开启倒计时349日。福地，超出认知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大敌将至，时不我待，必须在田平安回来前将修为推至炼骨。在此之前，还得先把家人接进内城安置妥当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好扎实的庄工，想必这位便是近日声名鹊起的沈兄弟了吧？在下为乱波帮二当家汤成。原来是汤二当家，久仰了。沈兄弟客气，汤某不请自来，是为告知沈兄弟一桩事。从今往后，这小径湾便由我乱波帮接手管辖了。沈兄弟乃梅院高祖，自是不用纳平安钱，只是相聚一处。若有什么做得不到位的地方，还请沈兄弟海涵。看来已经把我的底细打听得一清二楚了。汤二当家客气了，那金龙帮没了，沈兄弟还不知晓吧？金龙帮多行不义必自毙，知晓斗不过我乱波帮，便想临走前冒充咱们捞一笔，
结果撞上一位路过长云县的大侠，当场将那少帮主高年了结了。原来如此，那位大侠可曾留下姓名？未曾。大侠取了高年性命，便飘然而去。我方帮主得了消息，雷霆出手，顺势拔掉了金龙帮的堂口。原来如此，二哥，他家的平安钱就这么免了？不然呢？这长云县不是军中，万事得小心为上。他背后站着梅氏武馆，不可贸然行事，平白树敌。属下明白。小的明白。大郎，是谁来了？乱波帮的人。乱波帮？他们不是收过春时的平安钱了吗？是别的事情，娘甭操那些心了。这几日您受累，把家中物想收拾齐当，待我在内城找好院子，咱们就搬家，管他外头什么帮呢。好，娘今日就收拾。沈爷，这边请。40两现银，买不起2进3进的大宅。眼下最务实的，还是挑一处地段清静，带小档口独院。沈爷，请看，这套院子带了个档口，从这儿便可进去。这主家原是开成衣坊的，如今发了机，搬去北城了。您瞅瞅，前头摆上3、5张桌案，绰绰有余；后头耳饰做庖厨，再合适不过。这几日，娘做铺盖面的手艺已有我7分水准，买下这里，她也能开个14赚钱，不至于闲得发慌，是不错。沈爷，咱去正院瞧瞧。有了这口井，日后娘和默默再不用大冷天跑去小径湾挑水了。况且此地离梅院不远，出事也有个照应。房子不错，我很满意，痛快点，开个10价吧。沈爷爽快，主家留的底价是22两现银。沈爷，这价格确实比市价高了1、2两，主家发了计，不着急套现。您若是真心想要，不妨晾他一段时日，小人帮您多跑几趟，压一压价。田平安随时会回长云县，大敌当前，时间比金子还贵，哪有闲工夫扯皮耗神？就22两，这宅子我定下了，但我有个要求，所有的契书和过户手续，需在2日内全部办妥当。沈爷敞亮，真是痛快人。小人今晚就去拿房契，届时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契。你是不是油饼？何事？劳烦通告冀中管事，梅院沈修涵应约前来拜访。原来是沈公子，快快请进。钟管家已特意吩咐过，沈公子前来无需通传，直接带您入府见他便是。如此，多谢老伯了。钟庄管事，沈公子到了，让他自己进来吧，请。这么多典籍，竟是季家藏书阁，而且季中能在此随意歇息，他在季家的地位绝非寻常管事。来了，进来吧。晚辈沈修涵见过季管事。行了，不必拘泥这些虚礼，既然来了，便直接开始吧。书架上的典籍收录的是我季家多年积攒的明晋、暗晋期武技专攻，你可随意翻阅，
挑选最合心意的一门，时限半个时辰。是。都是些基础装弓和粗浅武器，连一部暗劲兵籍也是破绽颇多。真正的上乘功法，定然藏在更隐秘之处。不过无妨，有系统在手，任何功法都能在我手中绽放出绚烂光彩。气艺且先放放，如今我最缺的是近身搏杀的腿脚功夫。若寻不到腾心的，便选那门裂风腿补其短板。咦，沈兄弟，那书架上皆是从各地搜索的残篇孤本，虽有不少是赫赫有名的高深功法，但残缺的厉害，前文不搭后语，强行修炼很容易走火入魔。多谢管事提点，这气血关络走向比之前的功法高深繁复太多，果然是高深残篇。既然是残篇，不知系统能否推演？管它行不行，试上一试便知。检测到可推演武学飞星墨月剑残篇，是否推演？情报积攒不足，需15日方可开启推演。可惜情报不足，不然这满数字的残篇，推演个7、8门，实力必能暴涨。出自100年前大派的刚劲功法——宇宙绝顶身法，前朝佛门圣地绝学，这机甲底蕴竟恐怖如斯。出自吊海楼传承神通，此卷只剩总纲半篇，化尽前可修千狐调，刚力后可修龙门引，神灵后可修西上翁。吊海楼竟然在季家的藏书阁里看到了这3个字，难道这宗派与长云县季家有牵连？管事，敢问这卷西上翁神通残篇，不知有何来历？哦，没甚来历，曾有流寇劫掘我家商队，被底下人解决后，从一个倒下的流寇身上搜来的物件罢了。好不容易寻到线索，竟是这般断头路。那管事可知，这批注上提及的吊海楼是何方宗派？吊海楼没听说过。时辰不多了，沈兄弟，莫要在一本破书上耗费心神，抓紧时间挑吧。我挑好了，便选这一门西上翁神通残篇。你确定？沈兄弟，老夫提醒你一句，我季家也曾有天资卓绝的子弟练过这些残篇，但最终都未能练出什么门道。残功缺法，前路不通，你可想清楚了？确定。管事有所不知，我梅院武馆的功夫还没吃爆呢，贪多嚼不烂，暂且没有练其他功法的打算。况且管事也知晓，我出身渔户，这西上翁残篇上看着记录了不少水上捉鱼的路子，兴许对我有用。原来如此，倒是忘了你小子是个打渔人出身。这样，带你去云一岛点卯时，老夫会分给你一艘乌篷船，本是除了巡逻期间不许动用，但我做主允了。闲暇时你可使船去捉鱼，吃也好，卖了补贴家用也罢，都随你。多谢管事成全。行了，选好了就去吧，明日便去码头出发吧。秘法、神通，还有刚劲之上的神灵，攥足15天情报，我倒要看看这吊海楼的功法究竟藏着何等通天的玄妙。六公子来了，前2日不见您来武馆，今日可要用饭？不必麻烦，我等会儿拿点东西就走，今日不在院里吃了。今日师傅的午膳可是这2条黄花鱼？是。很好，今日师傅的午膳由我来亲自下厨。幸好他是练武的，不然这庖厨的位置怕是要保不住了。叨扰了，这鱼便由我给师傅端去吧。师傅，大师姐。沈师弟，许久不见，当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啊！我闭关不到半月，
今日出关才知，你竟只用了16日便突破炼血，踏入内院。师姐过誉，还未恭喜师姐武道大进，顺利出关。师弟客气。沈师弟，你端的是什么？好霸道的香味。今日方到武馆，正好看到膳房要做鱼，弟子颇好鱼膳，便借灶台做了这道红烧鱼，想请师傅和师姐尝尝鲜。武道天赋奇高，谥号唐石，精通鱼膳，甚至这般孝顺，亲自下厨，桩桩件件竟和洛云如此相像。这盘鱼又勾起母亲的心事了。你有心了。今日可曾去过季家了？去过了。那便勤加练习庄功，待气血大成时，可来寻我。师傅的意思是，等我突破炼蛊时，要赐下宝物助我破关。弟子明白。方糖风干晒好了，桌上布袋里的，你都拿去吧。多谢师傅，弟子告退。娘，我也没吃午膳呢。娘，好吃吗？